今天我们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众印象中6个误解，还原真实二战的一些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这场战争的一些误解也逐渐浮现出来。这个视频我们将探讨其中的6个误解，揭示那个时期的一些被混淆或者被遗忘的事实。请随我一同走进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以更好地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实本质。开始节目之前，希望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误解：波兰人用马向德国坦克冲锋。当纳粹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时，波兰人在波美拉尼亚的 Krojanty 村庄坚守阵地，遇到了一支德国步兵和一支骑兵。根据定义，骑兵射击骑马的人，波兰军队实际上能够迫使德国营分散，但随后德国人使用机枪，一顿突，扭转局势。波兰人被打得亚麻呆呆，尽管对抗让他们有时间撤退，但是那时德国人也集结了坦克。到达现场的德国和意大利记者做出了一些推断，就是波兰人让小马与装甲车对抗，这个决定他们永远后悔。这个故事来讲，波兰军队看起来很愚蠢，但事实是，在小规模冲突期间，战场上没有坦克，也没有马匹真正向他们发起冲锋。但这种说法对德国有利，就是把波兰军队描绘成不如处于机械战前沿的德国军队。这种错误的叙述破坏了波兰人在战争期间做出的真正贡献。波兰密码破译者破解了早期的恩尼格玛密码，超过25万名波兰士兵在战斗中与英国人并肩作战，是不列颠战役中最成功的飞行员之一。尽管有这些贡献，波兰人几十年来一直都背负着这种谎言。波兰人实际上有更讨人喜欢的动物故事。1942年，穿越伊朗的波兰士兵结识了一个生了熊崽的小男孩。士兵们意识到这个男孩无法妥善照顾一只熊，于是同意收留他，以换取一些钱、巧克力、一把瑞士军刀和一罐牛肉。这只熊被他们命名为 Wojtek， 成为波兰义爱军第22炮兵补给连的吉祥物。沃伊泰克学会了敬礼、喝啤酒、抽烟，有一次偷了一整条晾衣绳，里面装满了女性内衣。沃伊泰克甚至在营地里发现了一个闯入者。当沃伊泰克徘徊在淋浴帐篷里时，他开始尖叫。后来，当士兵被派往意大利时，沃伊泰克据说被任命为2等兵，并获得了一个服务编号。那里的士兵发誓，他们目睹了沃伊泰克在战斗中携带弹药。他退休到爱丁堡动物园，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如果你要记住一个好的波兰战争故事，那就把它写成那个。误解：纳粹是一支完全机械化的战斗力量。关于波兰马匹与坦克作战的故事，使纳粹德国处于军事武器和技术的最前沿。与德国反对派对抗的盟军正在展示一些令人生畏的纯粹火力。所谓的纳粹战争机器据说生产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器，就是想把敌人以闪电速度干掉，但事实并非如此。1940年5月，在西方作战的135个德国师中，只有16个师是机械化的，也就是说，有用于运输的装甲车等东西，其余119人步行或使用马车运送物资。显然，德国人确实拥有一些牛皮哄哄的军事装备，他们的虎式坦克绝对胜过美国的 M4 谢尔曼坦克，但就数量而言，德国人被认为制造了1347辆虎式坦克，
而美国拥有大约49000辆 M4 谢尔曼坦克，虽然虎式坦克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也容易出现故障并消耗大量燃料。3. 误解。美国因为珍珠港事件向轴心国宣战。1941年12月7日，日军对夏威夷檀香山附近的珍珠港海军基地进行了突然袭击，数百架日本飞机损坏了20艘美国船只，造成2400多名美国人死亡。据信，这次袭击促使美国加入战斗，尽管战争已经持续了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甚至在珍珠港事件第2天就对日宣战，即12月8日宣战。所以，一定是珍珠港，对吧？算是吧。罗斯福宣战，这是真的，但只是针对日本。直到德国和意大利于12月11日向美国宣战，美国才将目光转向这2个国家。就在那时，国会向他们宣战。当时有很多宣言被抛来抛去，但珍珠港袭击和打击纳粹之间并不是一条直线，事实还真不是。事实上，美国已经在与纳粹作战。在珍珠港袭击事件发生前几个月，格里尔号航空母舰遭到纳粹潜艇的射击，情况很复杂，但罗斯福很快宣布，当你看到一条响尾蛇准备攻击时，你不会等到它攻击后才压死它。这些纳粹潜艇和袭击者是大西洋的响尾蛇，通常被称为视线射击演讲。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它标志着与德国的一场为宣而战的海战。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关于珍珠港，人们往往会忽略其他几件事。首先，人们记得这是一次完全出乎意料的攻击，但在12月7日之前，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太平洋军事指挥官甚至向华盛顿发出了日本可能采取行动的警告。没有任何具体信息可以采取行动，也没有迹象表明珍珠港是具体目标。当时美国政府知道日本正在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另一个误解，珍珠港是那天唯一的目标。事实并非如此，日本还袭击了菲律宾、威克岛、关岛、马来亚、泰国和中途岛的地区。事实上，在他的耻辱日演讲的初稿中，罗斯福谈到了日本空军中队如何开始在夏威夷和菲律宾进行轰炸。菲律宾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但当时仍然是美国人。在编辑中，它变成了瓦胡岛，然后是美国瓦胡岛，因为他试图将演讲集中在尽可能靠近大陆的地方。4. 误解。所有战俘营都在美国境外。当我们想到第2次世界大战时，我们倾向于将其概念化为远离美国土地，甚至珍珠港也离大陆2000英里。你可能知道，日裔美国人被关押在美国领土上的所谓搬迁中心，这是一个委婉的说法，指的是围捕12万人。这些人没有被指控不忠，也没有办法对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自由损失提出上诉，这是对他们公民权利的令人发指的侵犯。但是，即使我们将谈话限制在作为合法战俘的敌方战斗人员上，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德国士兵踏上了美国。从1943年到1945年，超过40万名被俘的德国士兵被重新安置到美国，在全国400多个地点设立的军营中生活和工作。其中一个拘留中心位于德克萨斯州的赫恩，由于其可用空间和温暖的气候，它被认为是囚犯的主要房地产。在美国收容德国囚犯还有另一个原因，劳工。由于有如此多的美国人被派往前线，
德国人可以帮助填补很多工作岗位短缺。但是，尽管人们期望战俘能够工作，但这些集中营条件可是说是好得很。在这里，囚犯可以晒日光浴、踢足球、洗热水澡、喝啤酒，并有足够的空间伸展身体。当地人看到德国人受到如此良好的待遇，甚至给这个营地起了一个贬义的绰号——弗里茨里兹。条件非常优越，至少在德克萨斯州，大多数囚犯不会用心地逃跑。那些这样做的人通常被发现在高速公路上漫步。如果他们被抓住，他们并不那么在乎。当战争结束，德国人开始被送回家时，有一些人甚至要求留在德克萨斯州。5. 误解。轰炸广岛和长崎挽救了100万美国人的生命。投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代表了战争可以或应该如何进行的巨大演变。显然，一枚可以摧毁如此大面积并造成平民伤亡的核武器引入了许多哲学和道德问题。美国军方领导人认为，它的使用提前结束了战争，并可能挽救了多达100万美国人的生命。但是不要忘了，广岛至少有8万人死亡。3天后，长崎原子弹爆炸中有4万人丧生。这些数字甚至不包括后来因辐射中毒而死亡的人。这些数字是可怕的。当时的一些美国人从拯救这么多美国人所付出的艰难代价中找到了安慰。这个想法相对的是，如果没有投下炸弹，对日作战是不可避免的，并将导致多达100万士兵丧生。但它真的挽救了那么多生命吗？我们必须将这一点归于一些老式的美国宣传。可以理解的是，轰炸使美国一部分人的集体良知感到不安。虽然许多美国人支持使用原子弹，但约翰·赫西 （John Hersey） 在1946年《纽约客》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日本对人类的破坏，留下了怀疑。因此，在1947年，前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 （Henry L.S. Stimson） 在《哈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轰炸辩护，声称他挽救了大量生命。但史汀生实际上并没有写这篇文章，相反，一位名叫麦克乔治·邦迪 （M.C. George Bundy） 的政府雇员写了它。邦迪后来承认，100万这个数字纯粹是他的发明，没有数据或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点。他之所以使用它，是因为这篇文章旨在减轻公众对爆炸事件的不安。还有什么比声称数千人丧生，挽救了100多万人更好的方法呢？轰炸本身可能也没有结束战争。虽然日本确实在袭击发生后投降了，但日本官员非常担心俄罗斯针对他们的迫在眉睫的威胁。8月8日，在2次轰炸之间，苏联加入了太平洋的战斗。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这种威胁，而不是核能，迫使他们出手。一位与日本裕仁天皇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爆炸事件确实帮助了日本国内支持投降的派。因此，原子弹可能是日本接受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神话经久不衰。在1995年战争结束50周年之际，史密森学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的一场展览重申挽救了100万人的生命的说法而引起争议。这是投下第一颗核弹的飞机伊诺拉盖伊 （Enola Gay） 展示的。这次展览还说，这些城市的居民已被警告即将发生的袭击事件，并发出了空投的传单。有传单，但是注意是在广岛和长崎遭到袭击之后。你发传单是给鬼看的吗？6.
误解，神风敢死队飞行员是志愿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日本神风敢死队飞行员的存在。他们故意将战斗机俯冲到美国军舰上，以使其瘫痪或摧毁，即使这意味着他们自己的死亡。神风敢死队意思是神圣的风，已经与任何为崇高事业而自我牺牲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但并非所有神风敢死队飞行员都对故意坠毁飞机感到兴奋。直到1944年，随着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迅速站稳脚跟，神风敢死队活动的呼吁才发出。随着资源的减少，决定采取自杀行动是合适的。尽管你可能在流行文化中看到了什么，但神风敢死队的飞行员并没有跑到队伍的最前面去争取这份工作。许多飞行员是10几岁的农场工人，而不是经验丰富的军官或者士兵。有些人甚至最初报名参加航空服务，以避免地面上的暴力战斗。这些士兵并没有突然决定，他们甚至在20岁之前就愿意牺牲自己。2017年，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了2名幸存的神风敢死队飞行员，他们被告知他们将加入这支最不幸的部队。其中一位是91岁的桑原敬一 Keiichi Kuwahara， 他说，我感觉自己脸色苍白，我很害怕，我不想死。当时他只有17岁。在执行任务期间，桑原的引擎出现故障，他被迫折返。最终，3000到4000名日本飞行员故意坠毁了他们的飞机，导致大约3000名盟军死亡。这些神风敢死队飞行员中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志愿者？有多少人感到被迫担任这个角色？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虽然据说担任神风敢死队飞行员是自愿的，但许多军官被要求在一大群人面前举手加入。当然，从技术上讲，你不能这样做，但许多日本飞行员很难忽视不言而喻的同伴压力。也许还有可怕的爱国宣传。好了，今天就讲完了。希望看完大家对二战有更清晰的了解。在这里我要表达我的愿望，我希望世界和平和大家都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哈哈哈，再会。